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福云，欢迎来到安行晚年。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可是关系到咱们每一位正在领取或者将来要领社安金、伤残补助的朋友的钱袋子。你可能最近也听说了，政府好像在讨论明年又要发一笔$2000的刺激支票，很多人觉得这肯定是明年头等大事了。但是李福云今天要非常认真地告诉你，真正会震动咱们退休生活，直接影响你每个月能拿到手多少钱的，其实是从几周后就开始陆续发生的一系列社安金和伤残补助规则改动，足足有6项重大变化。而且这里面有些事儿你现在不赶紧办，下个月福利可能就真停发了。这还不是全部，明年国会山还在悄悄酝酿一项新的立法，它要是通过了，带来的好处可能远超过那一张一次性的$2000支票。如果你想看到自己未来的社安金实实在在的涨上去，今天这个视频你可得一字不落的听完。我把它分成3大块来给大家捋清楚。第一部分，我先讲一个已经发生了，但很多人还蒙在鼓里，结果福利被停了，干着急的变化，咱们得赶紧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第二部分，我会详细拆解2026年，也就是明年社安金和伤残补助要实施的6项关键调整，每一个都和你口袋里的钱息息相关。第三部分就是重头戏了，我要介绍那项可能让所有退休族迎来大幅加薪的法案，这是咱们明年最该关注、最该去支持的头等大事。好了，咱们先从最紧急的那个变化说起。这个变化其实已经生效一段时间了，但因为很多领取社安金或者伤残补助的朋友，特别是年纪大些、不太上网的叔叔阿姨，根本没收到风，或者收到了通知，也没太理解它的严重性，结果就出事了。怎么这个月的钱没到账？李福云在后台和评论区看到好多类似的求助，心里特别着急。所以今天的一件事儿，就是帮大家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明白，并且告诉你怎么解决。事情是这样的，今年夏天的时候，政府签发了一道行政命令，要求社会安全局，也就是管发钱的这个部门，停止发放纸质的支票。这不光是社安金，是所有联邦政府的付款都要这么办。社会安全局当时大概有2个月的准备期，他们给全国大概500万还在收纸质支票的人寄了通知信。但问题就出在这儿，很多人要么没收到信，要么看了一眼觉得是普通的通知没在意，结果到了日子，支票真的不寄了，钱也就断了。很多人跑来问李福云，我这个月的退休金怎么没来？伤残补助怎么停了？是不是系统出错了？我了解下来，最大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还没有按照新规定去注册电子支付方式。政府现在铁了心要取消纸质支票，法律上已经规定了，社会安全局不能再寄支票给你。所以如果你的福利突然停了，别慌，先别想着是不是账号错了。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你有没有办好电子转账的登记，这是眼下最急最不能耽搁的一步。那接下来李福云就手把手告诉你，福利停了该怎么办，怎么才能让钱重新到账。第一步，你需要登录一个网站，叫做 GoDirect， 你可以在网上搜这个名字，或者我直接把它的样子描述给你听。网站上最显眼的位置写着一行大字，你还在收取纸质支票吗？为了保护您免受邮件盗窃和金融诈骗，联邦政府将在某月某日之后停止发送纸质支票。所以要想钱不被卡住，解决办法非常明确，你必须去注册电子转账。怎么注册呢？你有2个主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你本地常用的银行或者信用合作社开一个账户，然后把这个账户信息登记给政府，以后钱就直接打进你这个账户里。
第二个选择是申请一张政府官方发的预付借记卡，叫做 Direct Express Debit Card。这张卡是政府背书的，专门用来安全的接收像社安金、伤残补助这类政府款项。你只需要上我刚刚说的那个 goldact.gov 的网站，在主页上你就能清晰地看到2个大按钮或者选项。一个是注册直接存款到我的银行账户，另一个就是注册 Direct Express 借记卡。这2个方式你任选一个都可以，没有高低之分，看你哪个方便，只要你按照网站上的指引一步步完成注册，把你的信息确认好，那么你的社安金或伤残补助就会在下一个发放周期恢复正常。李福云在这里再大声提醒大家一遍，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还在收纸质支票，请立刻马上想办法去访问 godirect.gov 这个网站，或者找家人朋友帮忙完成电子支付的设置，这是应对的一个重大变化，确保你收入不断流的最关键操作。好，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咱们的心可以稍微定一定。接着往下看，接下来我要说的第2件事，可以说是今年对咱们退休群体财务影响最大的一个消息。它涉及到一个叫做大美丽法案的东西，特别是里面给老年人准备的税务减免。从明年，也就是2026年开始，如果你符合条件，你就有可能申报一笔额度不小的税收扣除。注意，李福云这里说的是税收扣除，它不是政府额外给你发的补贴或者退税，而是在计算你应该交多少税的时候，直接从你的总收入里减掉一笔钱。这样一来，你要交的税就变少了，甚至可能不用交，相当于变相增加了你的收入。这听起来是个好事儿，对吧？但是李福云必须要给大家提个醒，这也是这个大美丽法案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并不是所有老年朋友都能享受到这个好处。当初宣传的好像人人有份儿，但实际上差不多有一半的退休老人根本用不上这个减税优惠。为什么呢？原因恰恰是他们的收入太低了，低到几乎没有需要纳税的收入，那这个扣除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因为无税可扣。那这个大美丽法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李福云用大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法案的核心目的是想帮那些领着社安金还需要报税的老年人减轻一点税务负担，也就是想办法降低他们需要交税的那部分收入。在原来的税制里，每个人报税都有个标准扣除额，就是一笔固定可以不用交税的钱。除此之外，老年人还能额外再扣一笔，如果你是单身，年龄在65岁或以上，可以再扣2000美元。如果是一对老夫妻，每人可以扣1600美元，2个人加起来就是3200美元。现在在这个已有的优惠之上，大美丽法案又新增了一项扣除，额度是6000美元。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非常关键，你必须有一定的应纳税收入才能享受到它。具体来说，如果你是单身长者，你的社安金加上其他收入，全年总收入得超过23750美元，你才能用上这个新的6000美元扣除。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李福云给你算笔账。原来的标准扣除额是15750美元，加上老年人的2000美元专属扣除，再加上这个新的6000美元扣除，3项加起来正好是23750美元。也就是说，你的收入得先超过这个总数，多出来的部分才需要按税率交税。如果你收入都没达到这个数，那你本来就不用交税，这个新扣除对你来说就只是画饼，看得见摸不着。对于夫妻联合报税的情况，计算稍微复杂点。如果夫妻俩有一人未满65岁，你们总的扣除额度上限大约是39100美元。如果2位都超过65岁，这个上限会提高到46700美元左右。同样的道理，你们夫妻俩的总收入必须超过对应的这个上限数字，才能真正从这个大美丽法案的减税中得到实惠。
所以李福云给大家总结一下，目前已经摆在台面上，直接影响我们长者钱袋子的2大变化就是：第一，纸质支票全面停止，必须转用电子支付，这事儿已经发生，没办的赶快办；第二，大美丽法案提供的税务减免明年生效，但对中低收入的退休朋友可能意义不大。这2件事都会切实影响到你明年到手的钱和你的财务规划。讲完了这些，咱们就要进入今天最核心的部分了。接下来，李福云要为你详细解读2026年社安金和伤残补助的6大变化。这些改动会波及每一个领取福利的人，有些你可能风声，但有些细节你可能完全没听说过，我一个一个带你捋过去，你可要听仔细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每个月能数出几张钞票来。这第一项变化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每年的生活成本调整，也就是 COLA。根据公布的数据，到2026年领取退休金的朋友，平均每月福利大概能增加56美元。如果你领的是社会安全伤残保险，也就是 SSDI， 平均每月涨幅大概是44美元。要是领取的是补充保障收入，就是 SSI， 单身人士最高的月度福利能涨27美元，夫妻2人一起的话能涨41美元。李福云说实话，看到这个涨幅，很多老朋友心里都不是滋味，觉得有点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明明还处在物价感觉挺高的时期，什么东西都贵，大家原本指望社安金能多涨一点，好跟上开销的脚步，但这个涨幅确实有点不尽如人意。这也正是为什么总统会提出那2000美元一次性补助支票的想法，就是想在这种高生活成本时期，给老人们一点临时的额外的喘息空间。不过李福云在这里要埋个伏笔，后面我会讲一个比这2000美元支票更重要，可能带来更长期好处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最后。现在说第2项重大变化，这个和计划在2026年正式退休的朋友关系最大。如果你打算在明年达到完全退休年龄时才开始领社安金，而且你工作那些年一直都是按最高的标准缴纳社安税的，那么恭喜你，你能拿到最高额的福利。明年这个最高额是多少呢？是每年49824美元，咱们除一下，平均到每个月就是大约4152美元。这是一个参考上限，你可以看看自己离这个标准有多远。第3项变化是关于缴税基数的。咱们的社安金体系是靠大家工作时候缴的薪资税来维持的，这个需要缴税的收入上限每年会根据通胀调整，到了2026年，这个上限会提高到184500美元，意思是你一年里赚的钱不超过184500美元的部分，都需要按比例缴纳社安税，超过这个数额的部分就不再扣社安税了。这个变化主要影响还在工作缴税的人，但咱们了解下也有好处，知道咱们的福利金池子是怎么来的。接下来的第4项变化，李福云要特别提醒正在领取社会安全伤残金的朋友们，千万要打起12分精神。很多人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规则，辛辛苦苦领的补助被减少甚至取消了。这个规则叫做实质性有酬工作活动上限，通俗讲就是你能一边领伤残金一边打工赚钱，但不能赚太多。如果你赚的超过了政府设定的一个上限，社会安全局就会认为你已经恢复了工作能力，可能会重新评估你的资格，从而减少或停发你的补助。2026年的标准是这样的，如果你被认定为盲人，那你每个月最多可以赚2830美元，不影响你的福利。
如果你是非盲人的伤残人士，这个上限是每个月1690美元，而且你必须记住，这不是年终算总账，你必须每个月主动的、如实的向社安局报告你的工作收入，他们才会根据你的实际收入情况来决定这个月给你发多少补助。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叫试工期，就是说你还在尝试重新工作，看自己身体能不能适应。在试工期内，你每个月最多可以赚1210美元，不会影响你的伤残补助。可一旦你的收入超过了这个试工期的限额，或者你持续赚钱的时间超过了规定，社安局就很可能启动对你的重新评估，你的福利就可能面临风险。所以伤残朋友们如果想做点零工贴补家用，一定要先把这个收入上限搞清楚，并且做好申报，千万别因小失大。第5项变化，李福云估计是所有领取社安金的老人听了都会心疼，甚至生气的一项，医疗保险 B 部分的保费要上涨了。从2026年开始，这个保费预计要上涨 10%， 算下来大概每个月得多交26美元左右。问题来了，李福云要替大家问一句，这道理说得通吗？政府一边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率很低，所以社安金只给大家涨了区 2.8%。可另一边，他们又说医疗通胀非常厉害，所以医保保费得涨 10%。如果通胀真的低，为什么看医生、吃药、住院的费用涨得这么凶？你不能对老人们说，你们只配拿 2.8% 的涨幅来应对生活，转头又说因为医疗费用涨得太快，所以要从你们本就微薄的社安金里再多扣 10% 的保费，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更让人无奈的是，这涨上去的医保保费是直接从你的社安金支票里扣除的，结果可能就是你社安金账面涨了那几十块，可因为医保费扣得更多，实际拿到手的现金反而比今年还要少了。这种明涨实降的感觉，真的让很多依赖社安金过日子的老人感到非常不公平和压力山大。咱们接着说第6项变化。如果你还没到完全退休年龄，但已经提前开始领取社安金了，同时你还在外面工作赚钱，那你要特别注意一个收入限制的规定。2026年，这个限制标准是你一年可以赚24480美元，平摊到每个月大约是2040美元。只要你的年工作收入不超过这个数，你的社安金就不会被扣减。但是一旦你赚的超过了24480美元这个门槛，超出的部分就会导致你的社安金被暂时性的减少一部分。这个规矩主要是为了鼓励大家尽量等到完全退休年龄再领全额福利。如果你选择提前领，又去全职工作，政府就会认为你可能没那么迫切需要这笔钱，所以会做一些调整。李福云给你总结一下上面这几项，看起来都是数字游戏，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咱们老年人实实在在的生活费。尤其是医保保费上涨和收入上限这2条，稍微不注意规划，你到手的钱可能就悄悄变少了，所以一定要心里有本账。接下来是第7项变化，这个对明年即将迈入完全退休年龄的朋友是个好消息。如果你将在2026年达到你的完全退休年龄，那么在你开始领取社安金的同时，你还可以继续工作，并且一年最多可以赚到65160美元，也就是一个月大概5430美元，而你的社安金1分钱都不会被减少。而且李福云要强调一个更重要的点，一旦你正式跨过了完全退休年龄那个生日，从此以后你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想赚多少钱就赚多少钱。政府再也不会因为你有了工作收入而扣减你的社安福利金了。这对于那些身体硬朗还想发挥余热增加收入的老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解放。
最后一个是第8项变化，也是一个永久性的改变。社安金的完全退休年龄正式提高到67岁了。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因为这件事从1983年国会立法决定开始，已经慢悠悠地推进了几十年，是一步一步从65岁往后延的。而从2026年开始，这个调整将彻底定型，永久生效。也就是说，对于之后退休的人，完全退休年龄这个概念，默认就是67岁。你想提前领，就得接受永久性的折扣；你想领全额，就得等到67岁。这个变化影响深远，关系到咱们每个人的退休规划和时间表。好了，李福云已经把2026年社安金和伤残补助的所有已知变化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信息量很大，你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看。但是今天的重头戏现在才刚要开始，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之前提过好几次的社会安全扩张法案。我认为这是咱们退休族群近几年最有机会看到，也是最应该去努力争取的一项立法。它正在国会里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它能通过，咱们明年开始就有可能看到账户里的钱变多。为什么李福云这么看重这项法案呢？因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它瞄准了咱们老年人最痛的点，提出了3个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第一，他承诺每年给每位领取社安金的退休人士永久性的加发2400美元，算下来就是每个月能多出200美元左右。这笔钱不是一次性的，是只要你领社安金就会一直有的固定增加。在物价飞涨的今天，每个月多这200块，能多买好几顿菜，多付好些药费，这才是雪中送炭。第二，他要大力拉拔那些最困难的低收入长者。法案计划，如果你现在一年领取的社安金总额还不到13500美元，那么你的福利将会被自动提升到联邦贫困线的125%。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年福利金可能会从不到13500美元直接提高到接近2万美元的水平。这对于那些挣扎在贫困线边缘，仅靠社安金生活的老人来说，简直是改变命运的一步，能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更少担忧。第三，他要彻底改革那个一直被诟病的生活成本调整计算公式。咱们都抱怨每年社安金涨的那一点点，根本赶不上真正的生活开销涨速。尤其是医药费、护理费这些老年人最主要的支出，在现有的计算公式里权重根本不够。这项法案就是要重新设计这个公式，让它更真实地反映老年人面对的生活成本上涨，特别是医疗健康方面的花销。这样一来，未来的年度调整才有可能更贴近咱们的实际感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总感觉杯水车薪。正因为有这3个强有力的支柱，李福云才坚信社会安全扩张法案才是2026年最值得咱们所有老年人紧盯不放、全力推动的头号立法。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任何一次性的像2000美元那样的刺激支票。一次性支票花完就没了，而这个法案带来的是每月稳定增加的活水。我真心觉得咱们每一位老年朋友，还有关心父母养老的子女们，都应该花点时间去了解这个法案，并且行动起来。只有当咱们选民的声音足够清晰、足够响亮，形成一股力量，国会和总统才会真正把它当作优先事项来推动。咱们不能只是被动的等待，自己的福利得自己去关心、去争取。看完李福云的分析，你是不是也觉得这项法案更应该成为国会的首要任务？你是否认为咱们的民意代表们应该更积极地为老年人的这项福利扩张奔走呼吁？我非常想听听你的看法，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希望你分享给更多需要的老朋友。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请务必给我这个视频点个赞，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欢迎你订阅安行晚年频道，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图标开启通知，这样每次我发布新的关于老年人福利和理财的消息时，你就能收到提醒。我是李福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